大家好，我是咪咪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今天要来分享无麸质美式松饼的做法。美式松饼看起来很简单，好像只要搅一搅就可以了。但是它做成无麸质的版本，算是目前为止我做过数一数二困难的品项。其中有一些小细节需要注意，不然的话它就会容易变成糕的口感。我们今天需要准备的粉类有3种：白米粉70公克。杏仁粉10公克，还有这个是泡打粉3公克。我们先把杏仁粉和泡打粉过筛到白米粉里。过筛完成之后，把它搅拌均匀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先放到一旁。下一步来准备美式松饼的湿性材料。我们需要准备蛋黄1颗，牛奶100ml。油20公克，那你一定会想蛋白去哪里了？蛋白的话，我把它另外分起来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这个松饼会需要加一点打发的蛋白来帮助它膨胀。我们先把牛奶、油和蛋黄全部搅拌均匀。拌匀之后，我们把刚刚准备好的粉类加入，继续拌匀。这个美式松饼，我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，如果单靠比较常见的用泡打粉配方，它的膨胀比较没有那么大，所以只靠泡打粉，然后单纯的改变粉类的组合，要研究出一个很类似传统面粉的口感是比较困难的，所以我改变了一下做法，比较少见一点的方式，在这个松饼里面加入打发到湿性发泡的蛋白，增加它的蓬松感。因为里面的空气感变多了，所以那种发糕感就会明显的降低，吃起来就会和一般的松饼非常类似，也比较松软一点。不过这样做的面糊，它做好之后就必须马上下锅去煎，不然时间久了，那个蛋白它会逐渐的消掉，吃起来就会变得比较硬。像这样子大致搅匀之后，先放到一旁。今天我们需要用1颗蛋白来做打发，里面加入10公克的砂糖。在打发蛋白之前，就可以先开始预热平底锅。蛋白我们先打到有大的鱼眼泡泡，接着把砂糖一次加入，用中低速打到湿性发泡。像这样子提起来有大弯钩，就是湿性发泡。我们把蛋白加入刚刚的面糊里面拌匀，拌匀之后，面糊会呈现这样子很浓稠的状态。接着我们就可以拿去煎。煎松饼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要煎得漂亮，其实也是有点难度的。首先呢，我们预热的时候要用大火，预热到像这样子，锅子有冒烟之后转中火，记得火不要太小，不然煎出来它的表面会有坑坑巴巴。然后下面糊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，假设你能发现你的松饼面糊太稀，怎么样摊它都会变得不太规则的话，可以再补一点点米粉，让面糊变稠一点。那现在可以看到你的面糊它表面开始有冒小泡泡，这个小泡泡等到它有一些像这样子爆泡泡之后破掉，然后你也闻到一点焦香味的时候就可以翻面，不需要等到它的表面干了之后再翻，不然会变得太硬。翻过来之后大概煎个几十秒，你的锅铲能够铲得动松饼，你就可以把它拿起来了。那因为我们这个是加蛋白打发，所以煎到最后一片，它的表面会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小孔洞在上面，因为蛋白它稍微消掉一些。我们松饼完成了，来试吃看看。正面是我们一开始下去的面，因为刚下去的时候锅子很热，所以它可以浇得很均匀。另外一面的话，因为后来它冒了许多小气泡，所以会有这样子不太均匀的状况，是正常的现象。给大家看一下松饼的侧面，你可以看到它的侧面有很多很细致的小气孔，这是因为有加了打发蛋白霜的关系。只有加泡打粉的话，就可以看到它的气孔就没有那么大，感觉膏状感比较重。
加入打发蛋白霜来煎，除了可以让它吃起来更松软，像面粉做的松饼之外，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影响，就是它可以煎得比较漂亮。因为其实泡打粉它在加热之后会出现很多的气泡来帮助它膨胀，但相对来说也会造成它的表面会有比较多孔洞，比较不均匀。你加了细致的蛋白霜之后，因为里面的气泡比较细致，就可以煎得像这样子很均匀的感觉。这个松饼如果你吃不完，然后放到冰箱，下次要吃的时候放到烤箱稍微烤一下，加热就可以恢复到刚煎好的时候松软的状态。如果你喜欢我今天分享的食谱，可以帮这支影片按个赞，下次你就可以很快的找到它了。或是你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，YouTube 就会把最新的影片主动推送给你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麦当劳松饼是我心目中理想的松饼形态，这次的食谱也是按照这个方向来制作。就在我录完这支影片不久，在 Threads 上我看到了麦当劳新青案这件事烧了起来，感觉麦当劳在我心里美味愉快的形象整个大破灭。从小到大我都很爱吃它的松饼和薯条，麸质过敏之后我改成只能吃薯条，现在我连薯条也不想吃了。我决定抵制麦当劳，直到这家公司做出合理的措施为止。那如果你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会把相关的内容贴在资讯栏。我也诚挚的邀请看到这里的各位可以一起加入抵制麦当劳的行列，我们可以改成吃摩斯、汉堡王其他品牌，或是你也可以尝试自己在家动手做。我小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种不愉快的回忆，台湾的司法也曾经让我感到无力，感到失望。希望大家可以把麦当劳新青案让身边的人知道，尤其是一些长辈，因为新闻台几乎没有在报道这件事，让我们每个人发挥一点力量，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活在更安全的台湾。感谢每一位看到这里的观众，谢谢。